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许氏集团的年度宴会上，一个女学生主动现身许平洲，一向冷然的许平洲忽然愣住。这个女生像极了她去世的白月光。许平洲忍不住调侃：“当着我夫人的面，让我包养你，你不怕被赶出去吗？”女人梗着脖子，倔强的神态与她白月光一模一样。她一个陪嫁品，能左右得了你吗？许平洲，我妈妈只有你能救，你到底愿不愿意包养我？是啊，我一个依靠商业联姻的陪嫁品，怎么可能左右许平洲的想法？看到许平洲眼中我从未见过的柔情，我突然自嘲一笑。比起当一头被赶出门的丧家犬，也许我主动让位会好一些。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包间里的氛围诡异地安静了几秒，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女孩要吃闭门羹的时候，许平洲轻笑了一声，顺势就把眼前的女孩拉入了怀中。像你这样胆子这么大的是第一个，你叫什么名字？他的低声耳语仿若是午夜时分的魅魔，让整个包厢里的氛围又瞬间暧昧了起来。我叫夏思思。坐在许平洲腿上的女孩娇羞一笑，转头朝我露出了一个挑衅的笑容。我的脸色僵了僵，最终还是没能把笑容在我的脸上挂住。夏思思，思思，我颤抖的声音小声地念着这个名字。邵思雨的小名就叫思思，而邵思雨是许平洲英年早逝的白月光。如此直白又恰如其分的巧合，难怪他一出现，我就觉得我像一只落败的野狗。周围的神色或犹疑或紧张地落在我的身上，但我最能明确感受到的是看戏般的幸灾乐祸。许总都把人家给抱上了，气氛也到了，给大伙啵一个呗。就是啊，让人家干坐着多不好意思啊，来个嘴对嘴喂酒。而此时的许平洲难得没有理会他那些狐朋狗友的馊主意，他紧紧地扣住了女孩纤细的腰肢，把整个人都护在了她的怀里，然后豪气地把推举上来的酒杯一饮而尽。人家小姑娘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别吓着她了。哎呦，这就护上了。许总这狗粮吃的，我真是一阵一阵的。喂，你小点声，没看见许总的那位还坐在那儿吗？房间里的视线又重新汇集到了我的身上，我低着头，仿若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般，想要努力地减少自己的存在感。许平洲淡淡地瞥了我一眼，看他做什么？一个在我们家和保姆地位一样的佣人罢了，难道也敢教我做事？我的手指紧紧地攥住衣角，所有的苦涩哽在喉中，却怎么也不敢发出声音。原来我在他心里的地位就是一个佣人，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有些人只需要站在那里，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得到我曾经奢望的一切。而我即使是为了替许平洲挡酒喝到胃出血进医院洗胃，最后换来的也只不过只有一句：我们扯平了。我突兀地站了起来，走到了许平洲的身边，他怀中的夏思思仿若一只受惊的小鹿，眼神中满是慌乱和惊恐，仿佛我要对他做什么似的。许平洲神色不悦地看着我：你又发什么疯？我没有说话，努力地克制自己全身轻微的颤抖，将我曾经最珍爱的订婚戒指取下，给夏思思戴上。恭喜你终于成功找回思思了，不属于我的东西也该还回去了。我几乎是逃一般的离开了现场，因为我生怕我再在那里待一会儿，我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后悔。我曾经几乎放弃自己生命去争取到的东西，许平洲却立马扯下它扔进了一旁的垃圾桶，对我说：
思思不需要你用剩下的，别在这里装大度了。熙然，你这副做作的样子真让我感到恶心。我躲在洗手间的隔间里，呼得昏天暗地，胃中的酸水一阵一阵地反上来。我有些自暴自弃地骂我自己：熙然，你怎么这么没用？为了一个男人，让自己这么下贱，是因为我傻吗？不是的，是因为我真的很爱他。门口传来了悉悉索索的脚步声，我连忙捂住自己的嘴，不想让别人听到我这副狼狈的样子。你们看到熙然刚刚的表情没有啊？真的是太搞笑了，我早就等着他这一天了。就是啊，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母鸡，还真以为自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呢。我听说他当年就是趁思思姐去世没多久，偷偷爬上了徐总的床，现在终于有人治他了，真是解气。这熟悉的语气让我如坠冰窖，是刚刚包厢里的朋友，还有许平洲的姐姐，他们说的每一个字都深深地扎在我的心窝上。我紧紧地咬住自己的手指，又咸又苦的味道在口腔中蔓延开来。我痛苦地意识到，原来我一直以为所谓的朋友，所谓的家人，根本就看不起我，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许平洲，他从来没有站出来为我解释过一句话。手机微微地震动了几声，但是在这样狭小拥挤的空间里，声音被无限地放大。谁在里面？我的瞳孔紧缩，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可是门外的人没有给我机会。许平君一脚一脚地踹着门，一边大声地叫唤着：哪个小贱人敢躲在里面偷听？赶紧给我滚出来！我可是许氏集团的大小姐，你要是得罪了我，我让你生不如死！赶紧出来！我拼命用手去抵住那摇摇欲坠的门锁，可是剧烈的撞击还是让我难以招架得住。许平君的姐妹把门撞开，看到了瘫倒在地的我，可他们眼中没有那种被揭穿的尴尬，反而露出了看戏的笑容。许平君一把拽住了我的头发，将我从隔间里面拖了出来。哟，总裁夫人躲在这儿痛苦伤心呢，要不要我们帮帮你呀？说完，他们几人就发出了阵阵爆笑。我羞愧地捂住了耳朵，将自己的整个身体都蜷缩在一起。可是许平君看到我这副没出息的样子，笑得更加大声了。他拿起了我的手机，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装什么呢，死婊子！现在可没人护着你了，装可怜也没用。我急忙要去争夺，可是却被一旁的2个女人死死架住。许平君看向我的眼神，就像是在看待什么有趣的玩具一般。熙然，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如果你自己乖乖地滚出许家，我还能让你死得体面些。我是被我爸妈卖了的女儿，300万对于许家来说只不过是9牛1毛，但却买走了我的贞洁和我最后的尊严。我从此成为了许家人人喊打的婊子、贱人。所有人都说我是一块粘在许平洲身上的狗皮膏药，是他那光辉的履历上唯一见不得人的污点。我机械地从酒店走了出来，周围的路人纷纷侧目而视，目光中满是鄙夷。玻璃上倒映着我的影子，满身污水，像个乞丐，与身后金碧辉煌的饭店格格不入。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可是我无论输进去多少遍的密码，永远都是错的。每次许平洲带了新的女人回家过夜，都会把家里的密码改掉。当输到数不清第多少次的时候，我终于忍受不了了。我在门口疯狂地拍打着：许平洲，开门！也许是里面的人不耐烦了，门终于开了。许平洲赤裸着上身，眼里全是烦躁。在看到我这副丑陋的样子时，眼神中更是不加掩饰地露出了嫌恶的神情。熙然，你应该知道我的规矩，
你要是再这样闹的话，下次就不单单是把你锁在门外这么简单了。他刚想要把门关上，我就把手死死地扒在了门缝上，手指被门重重地夹了一下，感受到了指节撕心裂肺的疼痛。可是我没有喊疼，只是用尽了我最后的力气祈求他让我进去。也许是看在我这副狼狈不堪的样子，对我有些同情。许平洲的眉头刚刚要松动一些，一个娇软的女声就从卧室传来：“平洲，发生什么事情了？”说话的口音腔调和当年的邵思雨如出一辙，难怪他会对他如此纵容。我笑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现在这副样子有多么的可怜又可悲。让我进去收拾东西，我以后不会再回来了。我的指节已经开始发黑发肿，但我却依旧死死地扒在门缝旁。夏思思见许平洲这么久都没有回去，便跑了出来，刚一看到我便被吓了一跳。平洲哥哥，我们家这种地方怎么还会有乞丐呀？你赶紧叫人把他赶出去啊！这种人身上都带着病毒和细菌，可脏了。许平洲急忙过去，心疼地把他搂进怀里。思思，别怕，有我呢，不会让这个破乞丐伤害到你的。我马上就叫保安来把他拖走。我看着他们这副伉俪情深的样子，只是觉得恍惚，因为曾经的许平洲也抱着我对我说过这样的誓言。我有些不死心地问了他最后一句：“许平洲，如果我死了，你是不是很高兴？”哪里来的自恋狂，神经病啊！你死了和平洲哥哥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看你这种满身肮脏的贱人，死在哪了都不会有人关心。我没有等到许平洲的回答，只等到了夏思思的嘲讽，还有小区的保安。哪里来的乞丐，居然敢私闯民宅？你知不知道这是谁住的地方？他们做事就要把我拖走。等会儿，许平洲叫住了他们。我房间里面还有些垃圾，帮我一起带走吧，省得这个死女人老来找我麻烦。我充满希冀地回头看向他，最终却带着一身的死寂被丢在了小区门口，同时被一起扔出来的还有我的几件行李和一份早就拟好的离婚协议书。签完了，送我公司去，别出现在我眼前了。脏！撑到许平洲家门口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的手指颤抖着，连急救号码都拨不出去，连续输了好几遍，才终于拨通。躺在病床上，我才终于将忍了好久的眼泪全部都发泄了出来。许平君说得对，我就是一个自甘下贱又堕落的女人，根本就配不上许平洲。可是我这一切的苦难和我偏执的性格，难道不都是他造成的吗？谁又能来告诉我答案呢？所有人都说我不过是一场商业交换的陪嫁品，可是他明明最清楚，事情根本就不是那样。他明明最知道我是如何在意我的身份，我的尊严，可是现在却也要践踏着这些嘲讽我，只是为了一个和他的白月光长得很像的女人，甚至都不是邵思雨本人。我想邵思雨在天之灵，想必也难以理解吧。医生将我的10个指头都老老实实地包了起来，一边包扎一边嘀咕道：“这小姑娘多爱美呀，这手指搞成这样，自己也不嫌疼啊，居然一声也不叫。”但是我是很能忍的，从小我就学会了流的眼泪要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没有人会心疼你自己的苦难，除非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在生下我之后，我们家的生意突然变得好了起来，于是我又有了个弟弟，紧接着是第2个、第3个弟弟，接二连三的男丁，让我的父母笑得合不拢嘴，便越发的觉得我不顺眼了。一个女儿除了能拿出去卖，还能干什么呢？这是我躲在书房的桌子底下听到的话。我还在桌子上看到了那份协议，
肝脏捐献书，上面有我的名字。许氏集团的太子爷生了重病，急需要健康的配型的肝脏。肝脏这种东西，即使是没了2/3，也是可以再生的。可见他已经把自己的身体作践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可是为什么是我呢？难道我的身体也仅仅只是一具可以被他们随意拍卖的器官吗？我被他们抓着头发，在那份捐献协议上按下了手印。许平洲的爸爸妈妈都是很温柔的人，他们倒是很感激我能够捐献器官，因为这份代价就是那份残缺不堪的坏掉的肝脏要我来承担。我生来就是个短命鬼啊！躺在手术台上，我不止一次的这样想过，既然已经是一具必死的身体了，那为什么还要让我继续活着？为什么还要给予我一段名义上的婚姻？给我希望的同时，又狠狠地踩我一脚，因为你活该啊！我要些自暴自弃地说。换肝之后，我第一次去做了体检，看到医生摇着头唉声叹气的表情，我却莫名其妙有些安心。幸好真的已经坏到这种程度，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该以什么理由，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死。医生无奈地告诉我说，我的身体已经撑到极限了，估计还有1个月，我就不用再面对这个美丽的世界了。可是我却一脸爽朗地告诉他，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那么美丽，有些表象撕开之后，只剩下虚伪和狡诈。1个月的时间，我用我这些年存下来的一点钱给自己买了一块墓地，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农村里，这块墓园很大很大，有很多人和我在一起，我会觉得很安心。剩下的时间，我就住在医院里。当然，还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许平洲给我的那份离婚协议书。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寄去他的公司，就在电视上看到了他诉讼离婚的消息。原来他这么不信任我呀，这样也好，省得我再去跑一趟，惹得他公司里的人觉得我晦气。我的手机时常坏掉，但是只有1个月的寿命，好像再买一个新的也觉得挺浪费的。我不能联系任何人，任何人也没办法联系我，在这样安安静静的苍白的病房里面死去，似乎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们将我告上了法庭，说我有精神病，说我是婊子，是贱人，为了钱不择手段。可是我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我马上就要死了呀。我想许平洲一定很爱夏思思，要不然他为什么要这么迫切地和我离婚？想必只是为了给自己的爱人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分罢了。那邵思雨呢？我有的时候还是蛮想问问他的，只可惜这份好奇只能憋在心里了。如果下辈子我们不是夫妻的话，找个机会再问问他吧。他们说要和我对簿公堂，如果我再不出现，法院就会冻结我的财产和权利。开庭的时间定在下个月的4号，但是那个时候我早就死了。人之将死，其言善也。我想在我死之前为他做最后这么一件好事吧。我接了医院的电话，打给了许平洲，想要和我尽快的诉讼离婚的话，时间定在这个月吧。熙然，你又想出什么幺蛾子？我警告你，把你那些歪门邪道的心思都收起来。即使你脱光了躺在我床上，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的。我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明明我都已经那么直白地表达清楚了，为什么许平洲的内心还是要有那么多戏呢？不过也对，在他的心里，我本来就是那样的女人，自甘下贱，不知检点，千人骑万人唾骂的婊子。下个月我就要死了，到时候你就和我离不了婚了。我硬着头皮继续和他解释，可是电话那头的声音却骤然拔高了起来。你又想出了什么新的办法，是不是？
现在都开始拿装死来骗我了。熙然，你这个卑鄙无耻！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话就说到这里。如果你不愿意改变，那我也没有办法。我有些无力地挂断了电话。窗台上爬来了一只小猫，隔壁病床上的病人告诉我，这是一只长寿的小猫，已经17岁了。我有些羡慕地看着它，下辈子我也想当一只无忧无虑的小猫。下午的时候，我的胸口突然开始剧烈地抽搐了起来，像是有万千只蚂蚁在我的心口上试咬，但是我依旧脸色惨白地忍着。电视上正在播放着许平洲和夏思思的订婚现场，美好的画面与我现在遭受的痛苦有着鲜明的对比。一旁的病友看到了，连忙过来询问我，你是不是心脏又疼了？要不要帮你叫护士？我拉住了他的手，没事的，反正我本来就已经是等死的人了。病友大喝一声，你一个小女孩子家家的，怎么能说这种丧气的话呢？他急忙帮我按响急救铃，可是当护士和医生赶到的时候，我的意识已经溃烂不堪了。迷迷糊糊之中，我好像听到有人在问，真可怜啊，他有没有什么家人啊？你看他一个人在这里住院，住了1个多月了，他家里人也没关心他一句，也没来看他一下。这小女孩看着年纪也不大，过得也太辛苦了。其实我已经看过那么多病人了，在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心痛了。这么多年来，我受到最多关心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了吧。我捐献肝脏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感谢我；结婚的时候，没有人祝福我；就连每年的生日，也只有路边的流浪狗陪我一起吃残破不堪的小小的蛋糕。之所以残破不堪，是因为我不配得到一份完整的蛋糕，只配吃弟弟剩下的。我悬浮在半空中的灵魂，看着自己的尸体躺在苍白的病床上，被医护人员推进了停尸间。我向医院缴纳了安置尸体的费用，如果没有人来替我收尸，我也许就会一直躺在冰凉的尸体柜里面。而此时，在当初我在厕所里痛哭的那个酒店，许平洲和夏思思正在甜蜜地互换戒指。我飘到了他的身旁，狠狠地扇了他几个巴掌，将自己这些年积怨了很多年的委屈全部都发泄了出来。你这个坏男人，大骗子！明明是你说喜欢我的，要跟我结婚的，结果结了婚之后跟我说自己有白月光。明明我都已经给你换了肝了，你却还是要我跟你出去喝酒，你就不配得到少思雨！你这个大坏蛋！我诅咒你跟现在这个女人结婚以后，每天过得鸡飞狗跳，诅咒你们不得好死！我把我这辈子能想到的最恶毒的话都说了一遍，可是还是不解气，又朝他的脸上吐了几口口水。许平洲就像是感应到了一般，摸了摸自己的脸庞，转头问旁边的人，你们觉不觉得今天的风有点大呀？平洲，我们这是在酒店里面，哪来的风啊？夏思思一脸天真地望着他，许平洲便也没再多想。可是他不知道，他前妻的鬼魂此刻就萦绕在他的身边。原来冤有头债有主，这句话说的倒是真的。平洲，你准备什么时候娶我们家思思呀？酒喝到心处，夏思思的父亲忍不住发问，等我一和那个女人离了婚，我就跟思思结婚。真有离又结的，是不是有点晦气啊？我默默地待在一旁，无声地骂着，你才晦气，你全家都晦气。许平洲有些不自然地摸了摸鼻子，岳父，您放心，我一定会给思思一个最完美的婚礼，绝对不会让她在我们家受到一丝委屈。夏思思的父亲这才放下心来，发出了恶心又油腻的笑声。这一刻，
我突然无比的理解，动漫里的反派就是像他们这样聚在一起，吃着大鱼大肉，然后大声地议论着怎么样才能踩着无辜的人的尸骨上位。我看到许平洲的手机亮了几下，那个号码看上去有些熟悉，好像是医院的。许平洲接了起来，对面一开口就把他给吓得愣住了。请问是许平洲先生吗？您的妻子尸体在医院，希望您过来认领一下。最后他又自以为聪明地反应过来，这年头真是什么骗子都有，真晦气。然后就挂断了电话，仿佛这一切都不曾发生一般。可是我看到他在桌子底下的手在微微的颤抖，我不禁觉得有些好笑。我活着的时候没有见过他如此悲天悯人的样子，反而是死后，却因为一些没有确定的事实，开始同情起我来了。对了，下周就是开庭诉讼的日子了吧？夏思思的眼中是藏不住的欣喜，我从她的眼里看不出任何对许平洲的爱意，反而满满的都是算计。思思，你放心，法院的传票这个时候应该已经送到他的手上了，到时候就算他不来，也会有公职人员强行把他带来的。夏思思这才安心的点了点头。许平洲的电话又响了，这次不是医院的。我看到他迟疑了几分，然后接起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焦急的声音：许总，不好了，夫人去世了。许平洲霎时间便站了起来，你好好说话。可怜的许平洲，估计以为说的是他的新婚妻子吧？不是的，老板，我没有乱说话。刚刚法院的人已经按照手机定位去找了夫人了，连尸体都看到了。夫人因为肝脏衰竭已经去世了。法院的人说，那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再诉讼了，人都已经没了。这不可能，明明他前几天还那么喜欢演戏。我有些戏谑地帮他说了出来。总之您先去医院看看吧。平洲，怎么了？周围的人以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他，他的嘴一张一合，可最终连一个字都没有说出来。我看着他手上那款熟悉的戒指，突然就释然了。既然他对谁都可以发出这样的山盟海誓，那我又何必指望他去给我收尸呢？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许平洲并没有急着和夏思思领证，更出乎意料的，他来到了我去世的那家医院。如果不是他拿出了结婚证的照片，工作人员根本就不愿意让他进去。人快死的时候，你不陪在身边，现在死了，你倒是知道来看了，被人这样明目张胆的嘲讽。要是换做以前，他早就发飙了。可是他现在只是静静地看着我那被裹尸布盖着的尸体，声音小的连我都听不见。这是什么？工作人员被他弄得莫名其妙。这是奚小姐的尸体呀，他连自己的墓地都买好了。如果在死后的1周内没有人来给他收尸，就直接送去火化。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这么严重的病，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扛着呢？我只觉得好笑。明命换肝的事情，他是最清楚不过的，如今却要问我为什么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却不告诉他，这一定不是真的。他那么爱我，怎么舍得离开我？许平洲颤颤巍巍地揭开了裹尸布，看到了我苍白的面孔，他的瞳孔骤然放大，就好像被吓到了一般，突然跪在了地上。他想要去拉我的手指，可是我的手上空空如也，四肢僵硬无比。无名指上早就没有人订婚时曾经象征着爱情的那枚戒指。不要，冉冉，明明再等几天，我就可以给你自由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为什么？他在我的尸体旁失声痛哭，好像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人一般。但是我对他来说，从来都是可有可无的那一个。别装了，许平洲，你不用这么难过的。夏思思还在饭店等着你呢。
我用我透明的手臂使劲地拉扯着他，想要把他从我的床边拉开。不是许平洲，就像死了心一般，死死地扣着我那已经僵硬的手指。我忽然就泄了气，想要狠下心骂他几句，却羞愧地发现我已经骂不出口了。熙然，你还真是没出息，就因为这个男人为你虚情假意地掉了几滴眼泪，你就忘记了你曾经受到的痛苦吗？他对哪个女人都会这样的，只不过是因为你死了，所以有点心虚罢了。我用苍白无力的理由搪塞着自己，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些年来无谓的坚持，却在我死后有了答案，显得多么的可笑。你为什么不能早点告诉我呢？灵魂是流不下眼泪的，而我却在我尸体的眼角上发现了亮晶晶的液体。许平洲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戒指，正是那次酒会上他丢掉的那一枚。他郑重地将它重新戴到了我的手上，却怎么塞也塞不进去，因为我的手指已经僵化了。死的时候又将五指并在一起，根本分不开。他绝望地摇晃着我的身体，就好像这样我就能醒过来一般。但是一切早就已经回不去了。夏思思并不知道我已经死了，她还在期盼着1周后她和许平洲的婚礼。许平洲带她去挑了婚纱，选了戒指，却在结婚的那一天失踪了。夏思思像疯了一般的满城找人，所有的媒体记者都在场，他们大肆报道着这场世纪婚礼新郎的失踪。这将是一个多么好的题材呀！而此时，失踪的新郎许平洲正站在我的墓碑旁，手里还捧着一束我最喜欢的白玫瑰花。他的手机一直在震动，许平君还有夏思思轮番地给他打电话。觉得烦了，他便一把将手机扔进了路旁的小溪里。我看着就这样掉进河里的 iPhone 20 Pro Max， 只觉得肉疼。我的手机被许平君砸碎了，都舍不得换。可是1万块的 iPhone， 他就那样随随便便地扔进了河里。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许平洲小心翼翼地给火盆支起了一个小架子，他在给我烧纸。冉冉，一个人到了那边，不要舍不得钱花。我知道你肯定很恨我，但是没关系，如果你觉得这样解气的话，想要怎么恨我都行。为什么只恨不得想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让你发泄？他自顾自地念着这些话，可是我却越听越迷茫。但是我还没来得及思考，许家和夏家的人就已经找到了这里。许平洲，你在做什么？夏思思和许平君在河岸那边歇斯底里的大吼，但是许平洲就好像没听到一般，依旧机械地往火盆里面扔纸钱。今天是你结婚的日子，你跑过来给死人庆祝，你是不是存心不想让我们好过？夏思思一把踢翻了火盆，在那束白玫瑰上面踩来踩去，直到烂的已经看不出它原本的颜色。我有些心疼地看着那束花，是许平洲从国外的花店远程专门送过来的，意大利罗马尼亚白玫瑰，每一支就要$500。夏思思还在自顾自地发着疯，却没发现许平洲的脸色一点一点地冰冷了起来。给我滚！他抬起了脸，冷冷地说道：今天是我们的婚礼，你让我在那么多人面前丢人，现在还不和我道歉吗？夏思思眼眶通红，眼角还泛着晶莹的泪花。不过她现在这副样子一点都不像邵思雨，思雨从来都不会像她这样讨厌，还无理取闹。也难怪许平洲现在不会心疼她了。你还真以为我会娶你呀？许平洲笑了，但与他往常温柔的笑容不同，他笑得像地狱里索命的恶鬼。许平君见情况不对，急忙出来打圆场。那个女人死也死了，你也祭拜过了，现场那么多记者媒体都在那，
你不能不为大局，思思也是太着急你了，你应该懂事些。平洲，可是许平洲就像是没听懂似的，依旧愣愣地站在原地。他把地上脏污的花瓣一点一点地捡了起来，放到了火盆里，然后重新点燃。夏思思急了：“你疯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许平洲，如果你今天要是不去参加婚礼，不给我道歉，我就和你们许家闹个鱼死网破，告你强奸。”看着夏思思这副疯魔的样子，我突然有些惋惜，如果没有遇到许平洲，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夏思思一开始接近许平洲，目的就是不纯的，要不然这个世界上那么多有钱的总裁，他为什么单单只来找许平洲呢？夏思思是许平君精心培养的邵思雨的替身，他的一切都是假的。病重的妈，赌博的爸，破碎的他，凄惨的身世，和邵思雨如出一辙。但是邵思雨遗传了他妈妈的疾病，即使许平洲已经极力救治，但也无力回天。好巧不巧的是，他的死因也是肾脏衰竭、肝癌晚期。因为无法接受心上人的离去，许平洲整天在外面抽烟喝酒。他恨不得陪邵思雨一起去死，他生病了也不去看医生，所以才把自己的肝脏作践成这个样子。许平君不是许家的亲生女儿，许氏公司只有许平洲这么一个继承人，所以他的爸爸妈妈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找到合适的肝脏源作为许平洲的备用血库，而我就是那个幸运儿。那么大一场手术，许平洲想不知道也难，所以他一开始对我十分的愧疚。他知道是他带给了我所有的苦难，他也知道我已经被我的父母卖了，刚好在接下来的后续治疗中需要我的配合。许平洲说他要娶我，第一次听他这么讲的时候，我觉得很可笑。他比我大很多，我给他换肝的时候，许平洲已经是自家公司的掌权人了。只要是他不在家的时候，许平君总是看我格外的不顺眼。他自己得不到许父许母的器重，便将这份怨恨转移到了我的身上。因为是我救了许平洲，才让他彻彻底底的成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工具人。许平君找了很多人在学校里传播我的谣言，他们说我能转到这所学校，就是靠爬上了许氏太子爷的床。我的课桌上每天都被划满了“贱人”“婊子”之类的字眼。许家大小姐亲自说的话，谁又不敢不相信呢？没有人帮我澄清，他们瞒得都很好，所以许平洲也从来不知道。他每个月都会定期的往我的卡里打10万块钱。但是他不知道，那张卡早就不在我身边了。在我出院后，来到许家的第一个晚上，那张卡就已经被许平君要走了。最饿的时候，我去翻过学校食堂的垃圾桶，那种恶心的臭味，我至今难以忘记。但是没办法，为了填饱肚子，我已经什么都能够做得出来了。我的同学们就站在我的旁边，静静地看着我，然后把它录下来发在网上。不过这件事情最终有了一个好的结果，那就是许平洲终于知道了我在学校里过得如此不堪，也知道了许平君拿了我的卡。他把我带回了家，告诉我以后要是有人再这样欺负我，可以直接到公司去告诉他。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对他心动的吧。但是我们结婚后，他身边又有很多很多的女人，我看不清楚他的心，也不明白他为什么有的时候要对我好。我其实很清楚自己的地位，也很明白有些事情不是自己该问的。直到那个和邵思雨酷似的女人出现，我在许平洲的书房里看过她的照片，满满一书房的照片，全都是邵思雨生前的各种样子。
从一颦一笑中就能看出来是个极温柔的女子，和我这样满身穷酸气的小人完全不同。只要一看到邵思雨的照片，我就会觉得自行惭愧。从第一个和邵思雨相像的女人出现开始，我就开始不被允许回家。他们跟在许平洲的身边都不会很长，也许是1周，也许是1个月。他自己明明也知道，这些不过都是身边的人给他下的套，就是还是忍不住沉溺其中。这么多年和我这样一个无趣的人生活在一起，想必也会很累吧。可是现在，他站在我的墓碑前，又告诉我，结婚这么多年，就算是条狗也有感情了，更何况是我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呢？荒唐又可笑，就好像意料之中的答案。他把许平君送进了监狱，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姐，终究还是没能敌过我这个外人。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许平洲，到头来，你对我只不过是有些愧疚而已。我既心酸又好笑地看着他，明明才过去1个晚上，他的头发就已经变得花白了。冉冉，我一直觉得你年纪太小，在心里把你当成妹妹。他拿着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我的照片，描摹着我的眉眼，自言自语：我一直对你说，思雨是我的白月光，其实是因为我当年没能救得了她。你知不知道，我其实是个医生。说到这儿，许平洲突然笑出了声。我甚至是心血管科的专家，到最后连自己的初恋都救不了。我当了那么多年的医生，连你生了那么严重的病都看不出来。我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人，我都没有能力去救。我觉得我像个傻子。他泪流满面地哭诉着，我的心脏也好像被揪住了一般，隐隐作痛。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不配你这么热烈又真诚地喜欢我。我痛恨我父母，为了让你救我，让你签署的协议，我也一直不能够接受在失去了思雨之后，又爱上了你。我一直在自欺欺人的逃避，到最后上天为了惩罚我，让我失去了所有。冉冉，如果有下辈子，当一只小猫吧，做人太辛苦了。看着许平洲悲痛欲绝的样子，我才突然发觉，我的身体一点一点地变得透明。我又回到了那个白色的病房，只不过身边的人告诉我，这里是天堂。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